它是太平洋战场的重要转折点，它的结果跟一个人紧紧相连，它诞生了命运5分钟这一谜团，它就是中途岛战役。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1941年12月7号清晨，日本海军对美军在夏威夷瓦胡岛上的珍珠港基地发起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日本偷袭成功后，军队士气大涨，日本国内更是群情激昂。但是在所有日本人欢庆的时候，有一个男人却闷闷不乐。他对这次的战果并不满意，因为他的胃口比这还要大。他要把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全部吃掉。这个大胃口的男人正是时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单从照片上来看，山本五十六文质彬彬，神情还有一丝忧郁。他的身材不高，只有1.59米，但是山本五十六人小胆大，深谋远虑，而且有着非常的带兵才能。1941年，山本五十六把自己和日本都压在了珍珠港上，这一仗他赌赢了，他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更成为日本海军的军神。相对于日军的耀武扬威，美军可就惨淡多了。这时候的他们似乎还没有从珍珠港被狂轰滥炸的噩梦中醒来。被偷袭3个星期之后，1941年的最后一天，尼米兹上将临危受命，当上了太平洋舰队司令。日军偷袭珍珠港，到底给美国太平洋舰队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呢？完全被炸沉的一共有7艘军舰，其中4艘战列舰、1艘靶舰、1艘驱逐舰和1艘布雷舰。受到严重损伤的还有6艘，有2艘战列舰、2艘轻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另外还有2艘战列舰，1艘受到中度损坏，另1艘受了轻伤。损失飞机450架，阵亡2400人，还有将近2000人受了伤。刚刚上任的尼米兹手里接的就是这样的烂摊子。这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他，毕竟他手里连一支完整的海军编队都凑不出来。在1942年初刚刚接收太平洋舰队的时候，尼米兹自己都没有什么信心。想要和老谋深算的山本五十六斗法，尼米兹首先就得知己知彼，通过破译日军的密码了解到山本五十六下一步的动向才行。可是日军的密码体系极为复杂。1934年，日本海军在原有的密码体系红密的基础上开始改进升级，他们从德国买下了一部恩尼格商用密码机。他们改进了这部机器，造出了自己的密码机97式欧文印字机。接着日本外务省又改进了97式欧文印字机，然后取代红密体系，成为日本整个外交系统广泛使用的战略级密码体系。这个体系被美军情报人员称为紫密。1940年8月，美国通信情报处成功破解了紫密。紫密破解后，美国其实已经知道了日美谈判必将破裂，日本很可能会对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但是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信息没能够引起美国政府高层的足够重视，结果也就有了后来珍珠港的惨剧。日本舰队随后使用了舰队密码体制，这种密码也被叫做海军代号书D卷，是高级司令部才可以使用的，属于战略级密码。这种密码系统非常复杂，美国人把它称作为 JN25B。JN 代表的是日本海军，25是识别编码，B 是它的升级版本号。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人把这个 JN25B 的版本升级了12次之多。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情报人员是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破不开，非常头疼。日本人在珍珠港得手之后，美国人知道这种不光彩的胜利绝对不会是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所以在1942年初，美国最急于想知道的是，挑起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的下一步意图，他下一个要攻击的目标到底是哪里？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痛感情报的作用，于是他们开始大力加强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和密码破译工作。海军动用了所有的情报部门的力量来破译 JN25 的密码，其中主要有菲律宾情报站、夏威夷情报站和华盛顿的海军总部情报站。所有的密码破译员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截获 JN25 的大量通讯。这些密码破译之后，再交由海军情报处汇总分析，以便做出最后准确的判断。
这么多的情报部门为了同一个目标开足马力的工作，那么他们当中谁的功劳最大呢？他就是罗切福特所领导的夏威夷情报站。因为当时华盛顿海军情报站里主流意见认为，日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很可能是太平洋上的阿留申群岛，或者是巴比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但是罗切福特不这么看，他另有看法。罗切福特1918年毕业于新泽西州的斯蒂文斯理工学院，同年他以少尉军衔进入海军服役。罗切福特外表文静，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在他低调的外表和木讷下潜藏着坚定果敢和不折不挠的本性。1924年，他申请调离军舰，上岸接受训练。1926年，成为美国海军情报处第一个密码研究组的一名成员，正式成为一个情报工作者。1929年到1933年，罗切福特被派往日本学习。1941年，罗切福特被派往珍珠港，任夏威夷情报站站长。这时候，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密码破译专家了，精通日语，熟悉日本文化。上任之后，亲自挑选了一批当时海军最优秀的密码人才和语言天才。尽管如此，到1942年，罗切福特面对 JN-25B 仍然是一筹莫展。美国海军截获了大量日本海军的电文往来，显示出日本海军近期将会有大动作。但是由于密码无法破译，所以美军一直也搞不清楚日本人到底是想干什么。直到1942年1月，美国人的好运来了。1月20号，日本海军1号124潜艇奉命在澳大利亚海军基地达尔文港外铺设水雷，遭到美国驱逐舰和3艘澳大利亚快艇的围攻，沉没在50米深的海底。由于1号124是日本海军的大型潜艇，美军从潜艇残骸中缴获了 JN-25B 密码本。1942年，日本原本是打算把之前的密码升级改为 JN-25C， 但是当时日军在太平洋地区占领了大片地区，要把新的密码本送到分散在各地的部队手中，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日军只能把启用新密码本的时间推迟到6月份。这样，日军在中途岛作战准备期间大量的电信往来就只能用 JN-25B， 如此一来，美军便有了可乘之机。5月20号，罗切福特从截获并破译出来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下发给各部队的长篇电文中掌握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只是在作战计划中，关于进攻目标，日军始终使用一个代号，叫 AF。罗切福特认为 AF 就是中途岛。中途岛位于太平洋中部，北纬28.3，西经117.22度，它位于太平洋东西航线的中间位置，因而得名中途岛。距离日本2800海里，距离夏威夷903海里。美国人在这个小岛上修建了空军和潜艇基地，这样中途岛就成了夏威夷群岛的西北屏障。根据长期以来截获破译的日军电文，美国人知道日本人通常会以 A 打头的2个字母来代指太平洋地区的具体某个位置，比如说 AH 指的就是珍珠港， AG 指的是马绍尔群岛。罗切福特记忆力惊人，他在浩如烟海的电文中找到了一份1942年初日军的电报，他从电报内容推断出 AF 指的只能是中途岛，而这一仗有可能会影响到战争的结局，因此光靠推理判断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当时罗切福特把自己的判断报给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但是尼米兹并没有马上给出肯定的答复，而是让罗切福特印证他的判断。那么罗切福特会有怎样的办法呢？中途岛战役最终的走向又是什么呢？想知道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